快看，5个大男人正在偷看美女换衣服，结果下一秒，女人捡起一把猎枪，其中1人被爆头，剩下几人吓得拔腿就跑。女人来到尸体面前，看着面前到手的猎物，女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场狩猎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就在3个小时前，这5个男人来到森林里徒步旅行，他们分别是大卫和小卫，好友红衣男、小帅以及导游杰克。走着走着，森林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他们不禁紧张起来。其中一个同伴安慰大家，或许是有猎人在打猎，很正常。大伙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继续享受他们的休闲时光。又是一段时间的徒步，5人打点行装准备撤离，终于看到了他们的越野车。此时几人都已经气喘吁吁，正当他们准备搭车离开时，却听见第2声枪响。这枪声可谓是震耳欲聋，听声音就知道这枪手就在离他们不远。可这次就说不通了，5个人所站立的地方可是禁猎区，哪里来的猎人？在惊吓之余，才发现子弹打中了红衣男的手臂，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渗出。顾不上其他，大伙赶紧把红衣男带到车的后备箱，简单的包扎过后，几人正准备上车去医院，结果他们顿时停住脚步，由于不知道对方在哪里，只能对着森林大喊，让枪手不要再攻击他们。可低头一看，这次竟然打中了轮胎，大伙这才明白，这哪是什么猎人，枪手就是冲着他们来的。反应过来后，几人赶紧蹲下身，以车作为掩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直都没有动静，同伴探出头查看，结果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。他又拿起鲜艳的帽子往外招手，试图吸引枪手的注意，也都没有反应。几人赶紧商量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可最近的医院也要20多公里，还是没有什么人走的乡村小道。大卫拿起电话想要拨打110，没错，德国报警电话也是110，结果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根本没有信号。一时间几人陷入了恐慌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究竟只是一场意外，还是某些人的蓄意谋杀？大卫提议，不管怎么样，先上车再说，爆了一个轮胎照样可以走。其他人虽然不知道靠不靠谱，但总比待在原地等死强。可刚站起身，又一枪击中前车窗，再一枪打中车玻璃，几个大男人不知所措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杰克提议可以去森林里躲避一阵，说干就干，3、2、1，几个人同时起身，拼命向丛林深处跑去。半路上，大卫的手机掉了，这可是重要的通讯工具。小帅犹豫片刻，还是冒着生命危险，转身捡起了手机。枪手找准机会，对着小帅的方向来了一枪。幸运的是，小帅躲了过去。他跟上大部队，几人不知跑了多久，终于在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。商量过后，他们在手机里发现森林的边缘是一条大马路，于是众人一致决定穿过森林，去高速公路寻求帮助。通过太阳的方位找准位置后，几人开始出发。可刚走没几步，大卫就被藏在草丛里的捕兽夹绊住了脚。虽然在同伴的帮助下，大卫顺利解脱，可也受了伤。拉开裤脚一看，脚脖子都肿了一大块，只能尽快找人求救。几人继续边走边看，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人影，可是却有人朝他们开枪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众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，要对他们痛下杀手？他们穿过森林的小路，又渡过一条小溪，走了许久也没有再听到枪声。就在众人以为已经甩掉枪手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一个女人在洗澡。5个男人在森林里游玩，却遭到神秘枪手的追杀，不仅打伤了红衣小伙，还把他们的车轮打爆了。无奈之下，几人只能穿过森林。不远处，一个女人伫立在河边，穿得还挺清爽。大家以为得救了，上前招呼着女人，结果女人转过身，捡起地上的猎枪，对着带头的杰克就是一击，杰克直接被爆头。其他人都吓坏了，赶紧朝森林里跑去。不知跑了多久，几人找到一个土坑，没有多想就跳了进去，暂时有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。他们气喘吁吁，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，还没有从震惊和害怕中缓过神来。就在大伙准备继续逃跑的时候，大卫发现自己刚刚摔了一跤，脚肿得跟个馒头似的。小卫出主意，大家分头行动，兵分4路来引开注意力，保全枪手不会同时出现在4个地方。红衣男第一个否决了，现在这个情况1死2伤，最熟悉森林的导游也被杀了，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脱离危险。大卫也很紧张，自己的脚受伤了，万一被同伴抛下，他十有8九就是死路一条。于是大卫只能咬着牙，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关系，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前进。没走出多久，森林里又传来一声枪响，几人瞬间僵在原地。半分钟后又没有动静，大伙虽然害怕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又是1个小时的跋涉，终于看到一间小木屋出现在几人面前。他们喜出望外，看样子是有救了。走进屋子，发现这是一家小卖铺，只有一个女收银员在值班。当听到几个大男人被一个女枪手追杀的时候，
收银员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还是把电话接给他们报警。第一次没有拨通，大卫颤抖着再拨了一次。同伴趁这个时候问起那个住在森林里的女人，收银员却说完全没有印象。这时饥肠辘辘的红衣男已经拿起货架上的罐头大口吃了起来。终于电话拨通了，可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他们的具体位置，女收银员就被一枪爆头。显然这个女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枪手。几人赶紧蹲下身避险。大卫朝窗外看去，果不其然，那个女枪手此时此刻就站在店门外。大卫仅仅只是露出了一只眼睛，就差一点被一枪打死。这时候电话里传来警员的声音，大卫颤抖着起身想要接过电话，可还没来得及伸出手，又是一声枪响，座机电话被打得稀烂。这时候大家发现红衣男不见了踪影，转头看去，发现他又中了一弹，此时正倒在地上痛苦的挣扎。大卫再次抬起头往窗外看去，此时女杀手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众人准备要逃，可红衣男受了重伤，根本没有办法走路。小魏趴在地上匍匐着前进，好不容易才够到他的手，可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，红衣男直接被一枪爆头。小魏瞪大了眼睛，本能的以最快的速度退回原位。气急败坏的他抄起几个玻璃罐，朝着窗外狠狠地砸去。看着女枪手并没有开枪，几人也趁着这个空隙逃离了屋子。其实女枪手就站在窗边，她故意放走3个人离开，打猎马就享受一下狩猎的快感。不知跑了多久，女枪手竟然没有追上来。可眼下只剩下3个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人是谁。3人刚走到小路上，就看到女枪手出现在不远处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趁着没有被发现，3人屏着呼吸想要溜走，可女枪手突然站起身，冲着3人开了一枪，随后又迈着步伐走了过来。这下完蛋了！男人从草丛中探出头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他站起身，身后的小伙伴也跟着站起来。结果刚走出没多远，又看到女枪手的身影。刚刚杀完人的她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，他们以为女人只是想要钱，可实际上女人只是把他们当成猎物。在这个森林里，没有谁能够逃过女人的手掌心。3人见女人没有要开枪的意思，赶紧逃跑。然而女人就是要享受真人狩猎的快感，她要慢慢折磨这些臭男人。3人在逃亡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房屋。大卫的伤势越来越重，准备休息一下。小魏害怕被拖累，选择自己离开。走之前，小魏还不忘说出真相，原来大卫把小帅给绿了。就这样，3人行变成了各走各路。小帅愤然离去。这时，小帅被一旁的鸟笼吸引，走近一看，里面还养着一只老鹰。显然这里有人居住。走进屋子，还发现墙上张贴着一对母女在丛林里遇害的消息。他有股不祥的预感，木屋里竟然有一盘录像带。打开录像带，小帅这才知道，原来女人之所以追着他们不放，是因为他的孩子曾经死在一个醉酒的歹徒手下，自己也被歹徒强暴，而这个歹徒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小魏。女人也因此一直住在森林里猎杀人类，为女儿无差别报仇，才变成杀人狂魔。与此同时，小魏正在路上走着，突然被一枪击中了小腿，他挣扎着想要继续前进，结果还没走出几步，小魏彻底倒在地上。女枪手从树林中走出来，小魏似乎还没有想起往事，他一边后退一边求饶，可女枪手却根本不理会，反手又是一枪，枪枪避开要害。小魏顿时感觉生不如死，看着当初强暴自己的男人如此痛苦，女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小魏似乎想起来这件事，他开始苦苦求饶。听到枪声的大卫和小帅同时赶了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小帅想要上前营救，却被大卫拦下，因为他知道这样上去就是白白送人头。就在2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对着大卫来了一枪，大卫的肩膀被击穿，还好没有打中要害。小帅赶紧上前搀扶着受伤的大卫往前走，女枪手却不紧不慢，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发出冷笑。伴随着剧烈的运动，大卫的伤口越来越严重，他们只能原地休息一会儿。小帅拿出大卫的手机，想要看看有没有信号，信号没搜到，倒是发现了自己妻子的不雅照，看来自己真的被绿了。小帅越想越气，不是说朋友气不可欺吗？当即甩出一个大嘴巴子，但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候，毕竟追杀他们的女枪手就在上面。可大卫伤势过重，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前进了。于是小帅把大卫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自己出发去寻找救援。刚走出没多久，女枪手的身影就出现在眼前。小帅小心翼翼地跟上去，发现女人正站在悬崖边举枪眺望。他走上前，一点一点靠近女人。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女人察觉到身后的动静，她转过身，小帅赶紧举起双手表示投降，但女人还是朝着他的小腿开了一枪。就在女人准备一枪打死小帅的时候，小帅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玩具，那是在女人家中捡到的，是女人死去的孩子生前的玩具。看到这个，女人愣了一下，
小帅借此良机，一把甩开女人的枪，一个扫荡腿扑了上去，狠狠掐住女人的脖子。可女人还是有2把刷子的，转身就将小帅按在地上摩擦。关键时刻，小帅抢先一步拿到了枪，而女人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如今女人连死都不怕，死了一了百了。小帅终究还是心软了，女人也不过是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也是个苦命人。他不希望女人因为仇恨变成一个冷血杀手。接着一把将枪扔下悬崖。女人看到小帅这一举动，似乎醒悟了，生无可恋的她直直地倒了下去，摔下山崖。小帅虽然有些后怕，但更多的是庆幸，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。影片《猎物》是一部德国猎杀惊悚片，片中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多么的脆弱。原本在意外发生前亲近热络的关系，却因为几声枪响，面临生命危险后出现裂痕，人性的丑陋一览无遗。本期就到这了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